给别人，一定嫁给邹市明。我觉得好像就是要开始蜜月旅行的一个浪漫前奏嘛。啊，好像都下降了。我其实能感受到他情绪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认真想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会突然笑啊？是因为我想让你轻松一点。爸，娘，我自己活成我自己的依靠了。真有合适的，我给他张了。心底你不给小丽一个惊喜吗？啊，那你俩真整上去了？哎，有人回复了。你们俩别那啥啊！你看你还不信？你们俩。欢迎大家收看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姐姐当家2》，欢迎各位。好了，要欢迎我们的倪萍老师、全民老师、子君老师，还有我们8位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观察嘉宾呢，除了我们熟悉的世民哥跟汤包之外呢，还有2位新的朋友，就是欢迎辛迪的妈妈郭丽。好，谢谢。欢迎欢迎欢迎。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房主任的大女儿小璐，欢迎。好，在我们看 VCR 之前哈，我们问一下4位我们的观察嘉宾每人一个问题，好不好？首先从世民哥开始，听说您这一次呢是跟颖颖补了个蜜月，这个蜜月旅行用一个好的词语，还有一个坏的关键词来形容你们这次的蜜月旅行，分别是什么？先说坏的吧，为啥先说坏的？把美好留在后面嘛。反正喜忧参半，坏的是喜忧参半啊。好的是完成了一次蜜月啊，再补一句叫惨不忍睹，惨不忍睹都出来了。哎，这是你自己的感觉还是莹莹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莹的感觉。对，我也猜是。好想看片子。想看了吧？好吧。好了，接下来问一下小璐哈，你觉得你跟妈妈之间的这个相处，你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觉得最希望得到妈妈的关心与爱护吧。所以你也代表妹妹说出了你们2个女儿的想法，是不是？就是她这个时间问题嘛，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我妈现在对我，经过咱们这个节目哈，我感觉她确实有进步了。后台的时候，我跟那些工作人员都说过。你有进步吗？我感觉我进步的应该没我妈妈多。那我们期待一下，看看你们在这个片段当中的进步，好不好？好，接下来问一下小丽姐，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过来的，那有没有在考虑再次走进婚姻，就是再婚？我考虑过，因为在妈妈有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挺孤立无援的，我需要的是那份支持，身边有一个人的陪伴。哎，你一直想找这么多年，怎么没找呢？还是没找到合适？也找过，但是不合适，不太合适吧。但是我们就是从辛迪那边听到的是，您这方面的诉求不是特强烈哈。是因为我虽然说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确实也有顾虑的。毕竟在这婚姻上失败过一次，可能是不敢轻易的再去迈出这一步。行，今天可能就是有一点动静，因为是辛迪安排的，所以我们上行动了的。对，我们期待一下啊。是吗？太好了哈，那我们来问一下汤包，一问到你的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听说2个人备孕，这个又遇到难题了。我感觉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我这方面的问题吧。好了，首先我们来看谁的呢？我们来看世民哥的蜜月吧。喜忧参半的蜜月，还是说惨不忍睹，还是说哎呀终于完成了的蜜月？我们来一起看看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你问我，拿2个纸给他们，看他们答案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小纸条，我准备给你写情书了哈。对你们来说，爱情好，婚姻好，是妥协还是不妥协？啊，你们俩石头剪刀布，说先看。15、20，没得。我在看。你们是划拳的。邹市民，爱情妥协吗？不妥协，婚姻妥协吗？
光谈情说爱的时候可以任性，但是婚姻就不能任性了。这2天新疆的伊犁的天气如何？今天我想要自己去策划蜜月旅行呢，可能是他改变了我，也可能是我觉得我内心欠他一个，缺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蜜月。哟，在看什么呢？这么入迷啊？这不是马上要去新疆了吗？我提前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哎，我们这台 SQD 迷你 LED 电视画质啊，真的是太赞了。我感觉隔着屏幕都要快被新疆的美景治愈了。而且啊 ，TCL 这台电视它的蓝光的能量特别低，长时间追剧都没问题啊。没错，哎，这点特别贴心哈。平时孩子们看，咱们也放心。对啊，画质特别的好，真的好美。老婆，攻略我大概做出来了。怎么说？我们4点半要出门。啊，4点半出门，我们4点半，我们这落地都1点半了，然后哪个半夜1点半？中午。哦，激动，没跟他出去旅行过。我觉得他最近在改变哎，他说他要不咱们去旅行一趟，以前我觉得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这时候的话，还是得给民歌一些情绪价值吧。有时候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你是给他一些挫败感。其实我也反省我自己，人只要有了前进的动力和他有改变的这种机会，我觉得我们就该予以支持和包容。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次旅行，我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鼓励。我们落地后就去六星街，晚上就看日落哈。然后我们第2天去仙女湖和八卦城，第3天我们就三里木湖、独山子，然后我们就会住在独山子了。那你也订好酒店了是吗？也订好了。最后就是29号了，我们要回来了，我们就要开车去乌鲁木齐了。这次整个的一个行程安排都是你来的？完全都是我，从酒店，从我们这一次走的这个路，哎呀，那反正是费老大力了。哎，我还要跟你商量个事儿，我的闺蜜阿依蒂肯在新疆，我们去能不能有个吃晚饭的时间跟她见一见？你决定这一次会要有一个见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就在乌鲁木齐，因为我们是从独山子开车到乌鲁木齐，只能在那儿待个半天。但是我们落地的是，在六星街那边，但都可能不是那个。你没听懂我说啥是不是？回去吗？我们要从独山子开去哪？对啊，要去乌鲁木齐嘛，那是最后一天了。对呀，有些时候我发觉你说话也说出来都有点接受不了。好好说。我怎么了？好好的说。我说什么了？我在说你听了没有？我说这句话没有，我问他，我说你听到我刚刚讲了吗？对呀。对呀，我就问他，我们是不是到乌鲁木齐嘛？这个，妈妈的意思就是，建议我们在这次旅行里面更好的。哎，我先不参与。好了，走了。哎呀，反正语气稍稍缓和一点，不要太硬。我的语气哪里不缓和了？妈妈都关了门了。有点委屈，冤枉，就是我并没有就是怎么样。不是你不要，我刚刚没有跟你说他在乌鲁木齐吗？没有。不是，如果我没说清楚，我检讨，我再讲清楚一点。宝贝，有些是无心伤害。我伤害到你了？没有，其实我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晰了。你觉得我刚刚？不是这个小事情嘛，我只想问，刚刚你觉得我哪句话说的让你觉得不舒服？没有。如果你觉得有，哎，那我就要去想哪里我要注意。其实如果是早几年我会有，但是我现在没有了。对啊。我现在习惯了吗？习惯了吗？
谁习惯谁，差不多的，互相习惯。有时候就觉得以前觉得哎，怎么一下被顶住，那现在就是哎，他就是这个性格，那走。哎呀，老公，你这次的安排实在是太好了。虽然只有2、3天，我觉得我可以去好多地方。我好像要过2个月。有这么难熬吗？完了，才能没有啊，就是你要把每1分钟都要去。那你组织这个旅行干什么？你度日如年，你还不如不去。你要这2天感觉要做很多事儿，你不会是生气了吧？你去个2、3天，你说像2个月，做很多的攻略，这是不是要1、2个月的这样？而且有时候说实话也不过脑的，无心的去伤害了别人，然后就极力想去挽救回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哄。我只是说我在这段时间我花了比我以前10倍到20倍的时间。好，我误解了。好，那你抱抱我呀，来，对不对？来抱抱。其实我有压力的，我为什么压力怕我弄丢啊？我怕死了好几个女人了，没人要。这个做得好，这个做得好，有进步啊！我好像力竭的样子。我看着他要崩溃了，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啊！但是我就没办法，我只有靠近他，我把他抱着，我就平息他的内心。风景再美，你去跟那个错的人有什么好那个啥的了？那你跟对着对的人，那哪儿都是美的风景，是吧？那对吧？你跟一个错的人，你度日如年的有啥好去了？你说的是有道理啊，跟对的人天天都情人节，对不对？对啊。然后你跟对的人，你哪怕就在院子里面走走，你像度日。对呀。那天我在院子里打扫，我也很开心吗？不是。那就是我们现在不就是你说我遗憾没有去度过蜜月，就是没有出去过吗？但是你小区的时候没跟我说是度蜜月呀，你说的是饭后消食啊。好，我们这次也不要去当做度蜜月，我们就当消食去新疆消食，好吧？哎呀，2个幼稚的孩子。好好说一句话，并不只限于陌生人交往中，还可以运用到朋友、夫妻、亲人的交往中，这样可以增进友情，巩固爱情。我是那种班级里面的老鼠屎，他是高材生嘛，我的理解能力可能没有他那么大，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话题啊，我们会有觉得我说的不是这意思，但他去理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些争吵，是因为对事物的理解的方法不一样。他说这个好，察言观色，了解对方心理，察言观色，操纵别人，避开他的雷区。可能在某些方面呢，我是比较木讷、比较笨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勤能不错哈。老婆啊，你的证件我帮你拿好了，平时交给你，这次交给我。好。然后今天从我们出发前，保持好愉悦的心情。为了我们这次出行天天腻在一起，有一个脱敏的过程。脱敏，20多年了还要脱敏？你话里能藏 N 个雷，我真的绝了。我们就是现在就像新婚夫妇要保持新鲜感。其实我能感受到他想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吧，就是真正的去沟通彼此。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全新的迈出去。哎呀，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周四有点雷电呢，看看我们带的东西，身份证、防晒霜，差不多了吧？收的怎么样，世明哥？都收好了吗？收的差不多了。哎，你怎么都带的是补品啊，亲爱的？那你不带点药啊？行，那我去看看啊，那个有个药包，药箱里面还有很多药啊。这药箱的药不行吧？你想想，里面好多说明书都没了，而且肯定都过期了，好多都。那你上次说有个美团买药的1对1急送。对。好，那我帮看看。先问问小团健康管家需要带哪些药品。哇，直接给你出来了。你下单你就用那个1对1急送，那个很快。OK， 我们就提交订单。哦，这么方便。
不然凌晨就走，我还真没地方补救。再看看还有些什么没弄的。来了来了，您好，您的美团要到了。哇，这一对一接送是真快，好，谢谢。老公，你说，给你来个任务。孩子们的亲子时光是会移动的靶，你和西西就可以玩了。组装一下，然后打两把枪。你看，这就得爸爸来，爸爸一弄特好。我去收东西了啊！速干衣，天哪！你就带了一个浴巾，就啥也不带了，世民哥，就带个冲锋衣，我真的服了。哎呦，这收啥行李？世民哥，世民哥，你说。你帮我把快递拿上来一下，顺便收一下衣服呗。啊，那我是先装枪还是？你的衣服还一件没收哎。我收了呀。你收了啥？你放在那，我很快。我跟你说，我这边带的运动裤就行了。算了，我帮你收吧。不要，不需要，求你了，你不要来破坏我的这个节奏好不好？我自己会知道。求我了，那你来收啊。不需要，不需要来收啊，不需要。有裤子吗？有 T 恤，有衣服吗？啥没有。哎，我都不应该说。之前出去旅行，下午的航班，他跑出去打高尔夫，行李一件没收。然后打高尔夫打了9个洞的时候，给我发信息说：“哎呀，我的衣服一件没收，你看着随便帮我拿2件。”然后我就说：“啊，他好，我一个人收了7个行李箱。我们3点钟出发啊，他2点45到家，然后说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吧。”我说好，走吧。万一他没收，最后我再来收，活还是我的。这种过程我已经体会过很多次了。收拾一下衣服裤子，睡觉喽，明天要起早喽。哎呀，莹莹，我不是说不用给我拿吗？哪个不用拿？不用带那么多，我就带点运动就行了，不用带时装了。你这样有点裤去带。很冷。我知道，我只要带加绒的运动裤就行了。这种我给你带了那个靴子，你要带1条牛仔裤，不然根本搭配不了。好，你说哪个最好看？这2条。就1条就行了。我上去以后，我才发现他已经给我全部收好了，有各种颜色的，肯定不适合我去啊，就是不适合我的，不带。他把我给他收进去的那些东西又拿出来，然后我就会有点觉得，我叫你收你也不收，我给你收了你就拿出来。亮，可以听这个歌吗？哟，跳起舞来了。他听的那首歌是以前他在运动队的时候我去看他，然后那个风很大，然后他就把那个羽绒服这样就是打开，他就说你冷吗？然后他就唱这首歌，我要把你藏起来，就是哇，我觉得好浪漫呀，那个时候。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这个所以出发的时候，他又开始放这个音乐，就是好像回到我们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要开始蜜月旅行的一个浪漫前奏嘛。还是用心了。这次出来，我希望我们放下所有的附加的东西，简简单单的
如我们最开始相识那一般。结婚10年以后，蜜月旅行的出发第一张照片，耶！但是其实心里很忐忑，就是你充满期待，你是喜欢这样的，但内心是有点怕的，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这样2个人在一起了，很怕就是不知道哪儿俩人会炸。那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蜜月。你说完这话，为什么我心有点慌了？既然你相信了别人，你就深信吧。就是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信，请深信。真美啊！哇！哇，你看远方，老公，雪山太美了，非常美，完了完了但是我们会去的哈。完了，内心按耐不住了。你好 ，Smart， 播放新疆歌曲。不要嫁给别人，一定嫁给邹市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一起相处几天，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是一个难得的回忆。我想要这个记忆。哇，到了，这么美啊！来吧，下次了。天哪，好漂亮哟！这个给我吧，我帮你放。好。哇，太美了！是不是个扭头？好美啊！这儿都能拍好久的照片打卡，一步一景。我化个妆，我们换个衣服就走。打卡景区，快速撸妆啊，世明哥。你不慌，今天我们到了就 relax， 然后就enjoy 我们现在每一分钟。现在离天黑还早。OK。一个人如果他表现得十分完美，那么要不然他演得非常的好，那么要不然他就是曝光的不够多。当然你说孙杨既不会怎么演，又要去曝光，那很多时候自然就被人喷。更何况参加这个节目，另外几对都是演员呐，你演得过演员吗？第二，还是好的人说，我们不否认孙杨的伟大，我就是替他的老婆不值，别人老婆心甘情愿，你替别人不值什么呀？但是不得不说，老公，你找这地儿太好看了，你真的太有品位了。你这怎么这么厉害？你不出马就算了，一出马，给大家弄得都不会了，以后整不成了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停，这个话我不允许你说。怎么着你不是最好的呢？不是第一次亏欠你。OK，let's go。哎，多美好啊，多么令人向往！哇，好漂亮啊！我要在这拍照。这拍，这里也拍。哦，这里也可以。是。帮我拍一个。这样拍显他的脸大点。我不喜欢拍照，我也不喜欢去景观啊，去这里就去打卡呀。我想去那个地方拍。3、2。他很喜欢，但我照相技术很差。哎呦我的妈呀！谢谢。哇，我们两个因为曾经一个拍照也吵架，你知道吗？就到西湖边上，然后我说啊，好好看啊，这个西湖。我说你帮我拍一个湖边，他拍的我就是我一扭头，那腿全是肌肉。我说哥，你能不能就是给我讲一讲？然后他就生气了，就又给我干一仗。所以几乎这么多年，就是我的照片都是闺蜜拍，或者我儿子给我拍，就唯独我很害怕的给我拍照。我手机带了没？我给你看他昨天给我拍照，前面给我惊呆了。好像又拍砸了。拍这种远的景，我们拍点近景。
拍点这种不是靠景的，主要是靠人站上去就可以取代一切的，是吧？对。实际上抓不住他想要的感觉，然后拍了几次，他有些很多东西你做的不好，你或者不被认可的话，宁可就算了，就最后就不想做。哇，大太阳！我们要不找个地回酒店休息休息吧？可以啊，就回去。这太阳顶着，晚上我怕我们这我给你减轻点负担，不用再去看日落，我们可能都已经日不落了，然后都回到滩上了。我们现在可能还有3个小时，我们能够要不就可以小小的眯一会儿，不然的话，你看我们早上起得太早了。那一刻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失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要去睡觉，干脆我自己去玩不就？哎呀，不是，我就去什么美拍呀，什么那些去，也不影响你。那你不是把我至于？不是，那你累了呀？那你在酒店院子里面拍拍好不好？来吧，你，给你1个小时时间把我打扮出来，晚上我穿着新疆服装陪你吃晚饭。关键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买呀，这怎么弄啊？我们搜一下。我们问一下这些老板。对。你觉得我走在这条街跟你说话的这个口音，有没有相当地的口音？我觉得买这种小摊儿可能是挺好的。我们去逛这种小摊儿。我们先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我们就出来。他们也提4个大面包。他可能就是感受到我有点失落那个语言，他就说啊，那我回去洗洗，那我们再去转转。我就觉得哇，太美好了。你是不太擅长在你们俩这个相处的关系中去表达你觉得，还是说你俩都不擅长？我觉得我俩可能都不是很擅长吧。好，定住，1、2、3。好，好了吗？喊你定住。啊。定。这就是我们俩之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模式，但是还好，我觉得我们好像从零开始，慢慢的开始感受到对方的需求。拍得好，真好。还没看的，特别棒。还没看就开始。一看就是出手不凡。接下来我们就是去看日落。那我们走吧。上。谢谢。过来。好。不然我不好开。啊好。来上。好的，谢谢。上我的小马驹，手脚。好。哎，总算开门这事儿可以。对。来等会儿。2。瞧。我觉得这次我们来旅行的话，日落也是非常浪漫嘛，看着太阳，和那个地平线慢慢的落下去。享受我们美好的一天结束。其实看日落我们之前有看过，带轩轩看过，带西西看过，但是唯独没有我们2个人去看过。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期待。您好，姐姐，我问一下，那个日落是往哪边看呀？今天没了，明天。今天有日落是吧？没有，今天就在一起跑。哦，这是。那我们去那个观景台拍个自拍呗。谢谢啊。那我们去那儿拍个自拍，到此一游。也算到此一游。来吧，先拍一个这个，石明哥。等一会儿。咋了？来，这个，来看一下日落。快要落下去了是吧？快！哇，好美呀！来吧，来。我真的拍啊！没有看到日落，其实我无所谓，我就担心他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落下去了。那我想弥补一下给他那个心事。他可能有点担心，
但是没看到，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他会想到说，安排其实挺浪漫的这个一个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有没有日落，我都已经很开心了。好美啊，这个日落。有感觉就是两个人好像包容度也好，愉悦的这种，接纳对方的宽度也好，我觉得好像我们都变得更加的默契，或者更加的能贴合到对方了。就是美好，感恩，说不定这里是我们爱情重新开始的地方啊。跟你说，晚到总比不到好。到，对的，晚到总比不到好。确实学了点说话的艺术。就是这个开始，其实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沟通那个突然说了一句什么2天像2个月，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晚上也没睡，也睡得不好，每天要专注在做事。我还想说，哎，你老公辛苦啦，我还想得到这一句，谁知道踩到是另外一个雷。哎，你现在知道踩到他什么雷了吗？老师请教，上次你教过我以后，回去避免了很多雷。你一定要知道，女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的理解会是什么。其实莹莹说得很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说，我们马上要去旅行，跟我过的2、3天，好像2、3个月，就是你不爱跟我过，然后你不爱跟我度日如年，对吧？所以肯定是她的理解就是你并不想旅行，你只是做样子要去做这个旅行，她的再下一句话叫做“我不值得吗？”对。所以你们俩蛮拧，你在说我准备的好辛苦，他在说我不值得拥有跟你一起的这段旅行吗？对。但你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你现在会中断你们的吵架了。对。你原来中断的方式是我不聊了。我拒绝。然后挂脸挂到晚上，你现在会抱抱了，搂着他，哎，对了。用肢体语言来化解这一切情绪。进步了呢，还是我们的节目好，对，看了第一期的。如果要再加分，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吗？愿闻其详。其实那个从道理上来说特别简单，就是先接住情绪，再说事情。那接住情绪，夫妻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抱抱提前。就他的情绪还没到那么高，他刚有点情绪，说2、3天就等于2个月嘛。然后你就说啊，老婆你不高兴了吗？抱抱。他很难拒绝你，对吧？然后抱完了，你要不知道你就问他，我是哪里说错了？请记住，此处用我开头，你一定要说我是哪里说错了嘛，他就会说。然后你就知道说你们俩蛮拧了，蛮拧你就说你自己你说我只是。特别辛苦啊，特别辛苦。那个觉得安排这事儿我也不专业，我准备这2、3天，真想过了2、3个月，你们肯定吵不起来。是的，就这是初级版啊。还有中级版，有高级版，有高级版。不，你先把初级版练习。我以前都是先去拧，我要把我的情绪告诉你，然后嘴笨，越说越乱，越乱。所以就后面你们俩的吵的点，我们就觉得好笑。反正鸡同鸭讲，就是2个人情绪就是嘎嘎嘎，咯嘎嘎嘎，咯，大家都没有聊到一个话题上，都没有空听对方说，都特别有情绪，自己要输出。那你们不吵架谁吵架？这里边你读的那些书哈，为什么大家都笑了哈？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我认为是一个笨的办法，是一个外在的办法。其实还是内心接纳这个老婆，这个老婆要内心接纳这个丈夫，他就是这个样子。对。真的不要去学那个技巧。我不同意那是技巧。我不是说你说的那个，我是说那些书我们先放到一边儿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你很难讨论，很多人会觉得说2个人只要相爱，然后那个就怎么着都可以。但是怎么着都可以是消磨爱的，他会把爱一点一点的消磨掉。那些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先抱抱那些事情本身的底层真的是爱。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我先接受你的情绪。这个抱我不是反对哈，可以有，而从内心真正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时不时的就会忽视对方的情感？你走在大街上好好的，你就说累了回去休息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你内心有了
男人的不容易，孩子的家庭现在需要我要改变我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和毛病，这些感情会下意识在你生活当中具体体现。如果感情没到这个份儿上，你天天让他装模作样的拧巴，跟他说亲爱的给你一枝花，亲爱的我抱抱你，我看邹市明最后也抑郁了，就也很困难。两位老师都说得好，我觉得从真实情感上面做基础，但是做一些技巧来缓和当下的他的情绪，然后再用最厚重的爱去把它包围，这两者都可以并行。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很可爱，就是你们俩现在这种吵闹像18、19岁。可爱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可恨，我反正很看好你们这一对儿。你们这种吵吵闹闹吧，就是都不成熟。那我们想问一下观察团的朋友们哈，女生呢想从对方那儿听到好听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我们经常说的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哈。那提供情绪价值这一点，作为男生来说，是不是觉得很重要？我特别能感受到世明哥很努力的想促进这段夫妻感情，但是他们的沟通模式和情绪模式当中有一些 bug。第一个建议就是，当对方情绪出来的时候，你要先动手后动口。我这职业人动手不动你就别动口了。我指的动手是温柔的。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语言沟通模式当中，你们经常用感叹号，说话的比较生硬。我建议用那种波浪号，比方说，老婆帮我拿一下，能不能再温柔一点？就是你帮我拿一下呗，老婆给我拿一下。夹子音夹起。我觉得这样，第一件事咱书别看了。我觉得世明哥其实在表达上，其实我们比较像的，就是我很难做的那么丰富的表达。大多数男生其实都是这样的，包括刚刚伟嘉哥说，对方需不需要情绪价值？需要，男生也需要，彼此都需要。但是怎么做到我给你情绪价值的时候，我自己不拧巴？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找一个平衡。我在我们家是属于地位排在扫地机器人之后的。好，其实我可以给世明哥一个建议，我觉得有一招就是在很多时候，只要说一句话，说放下我来就够了。他有时候到剧场拎箱走，我说行，你别动。他每次在往上面跑，我说你让我像个男人好不好？我男人在我身边，你去做这种重家务。你看，其实把你刚刚表达所有文字就放在说放下我来，温柔一点，一个拥抱，剩下的就不用讲了。我觉得特别像世明哥这种运动员，我们叫铁汉柔情，对方很欣赏你铁汉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你愿意为我柔情，哇，我绝对划掉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女生哈，那女生说要听到好听的话，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呢？好像看似我们女生更需要，就觉得说女的就是要哄嘛。但是我觉得这要追溯到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会略有不同。像我们女生就是更鼓励我们做情感的表达，但是男生是压抑的。比如说你是男人，你不能哭；男生你就不要含泪。但是这个社会在进步，我就觉得男生也应该要更多的感受到爱，同时学会表达爱。也不是说我们女人才需要哄，我甚至觉得男人更需要被哄。是的。我觉得这一期就是看到世明哥有非常多的进步，同时也要给莹莹姐，如果在看这个节目的话，我们要去认知到男性就是有短板的，我们给予他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时间去成长。邹市明一直在改变，真是很真诚。你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要我说一招哈，就你说话的时候得动下脑子再说，或者咽口气再说。马上你咽口水。你本来心里想的不是这样。真的，拳击运动员的那个要你及时反应，就见到攻击立刻攻击。但是情绪控制要我们的前额叶启动要好几秒。这地方是空的。不，也不可能是空的。我告诉你，你是优秀运动员，你要有一边打的时候一边要有策略，你的前额叶绝不可能是空的。你只是需要用一个身体语言先让自己停3秒。对，你要想想你的老婆啊，不是你的对手，你不要急于。我在真实和真诚中间选择真难。
一点不难。你这2期，眼看着你的变化，对，就会变成真香，好不好？哎，我们问一下子君老师哈，像世民哥这样嘴笨的男生，那有什么表达技巧可以让女生听着舒服？明明嘴笨嘛，你还让人家去用表达技巧哈？我觉得嘴笨是很真诚拙朴的一种表现。你会发现你们有个模式。你不经意的说了一个话，就会让他很敏感的理解成另外一件事情。对，经常。嘴笨咱们就不说，咱们就直接上哈。但是你要讲一件事儿，就是老婆，我嘴笨，但是我底层都是为你好，我是爱你的，我多么的欣赏你，我多么感激你。我能说这些出来，我就不嘴笨了。但是你会说出另外的话。哎，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哈，杨莹莹是个学霸型的女孩子，为了你。放下这一切，跟着你走到现在，你要是从心里化解了这一切，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说了。嘴笨，实际上我也特别同意倪老师说的那个是个优点，但你也别拿这个当宝了。我能够理解倪萍老师说的，他说其实你从根本上你觉得还是那我强，以前很强，你追我，所以我还是处于就是优势的这种感觉。完您说啊，老师们啊，就像李萍老师说的。你现在不是冠军了，在我退役这几年里面，你说你是什么？扫地机器人，我是尘埃。背少少的，你就表现出了样，谁家尘埃这么猖狂？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还挺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欺骗？对，因为前2期我还说过，我觉得你们俩很危险。我觉得他们2个就像是跳楼机的吊桥效应。就是你说我一句，我说你一句，然后在这个中间源源不断的产生爱情的感觉，感觉还有点甜。哎，对，有点甜。老师，你看早了，可能还有下一句。还不能走快了，感觉。因为现在跳楼机是在高点，下次就往下掉了。哎，他们俩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猴子脸，2个人说翻就翻，典型的。对，你们俩这样得打到80岁。哎，一直打不散。好，来，我们来看看这段 VCR， 我们可以提供的热聊话题。我想是第三个，嘴笨的人吵架多吃亏，所以你会买那么多书，其实是想吵赢他吗？我想避免一些吵架，避免吵架就要像倪萍老师说的，你要真正感受到他对你的付出和他的需求是什么。是每次吵架先把3个儿子的出生证看一看。好，我们来看看8位投票给哪个话题哈。第一个最多3票，婚姻当中行动跟态度哪个更重要？这个得问倪老师，你觉得行动和态度哪个重要？他们俩是一体的，互相影响。有一个态度就会有个行动，行动也表达态度，但是所有的态度最终落脚点是行动。行动，然后还是要回到态度的。对，其实这里面牵扯到改变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行动，不是态度。但是所以你态度还没想明白的时候，行动先行。好，那同时呢，我们联动了微博，同步发起了即时议题投票活动。打开微博搜索“姐姐当家2”全民观察团的活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投票，尽情表达你对议题的态度。那上微博一起当家一起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2段，我们的房主任的。这是嘛呢？啊，这个45，便宜的，它就不贵。我这么这加肥加大，特大的都。不是我穿，我也不要加肥，我也不要大的。我拿你40行吗？好不好？便宜那个。小鹿，你的名字是露天的那个鹿。我一般介绍我名字喜欢叫那个露水的露，含义就是露水。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我妈妈。你妹妹叫什么呢？夕阳的夕，月亮的月。也是妈妈起的。对。然后我妈曾经就是夸自己起名很有才，就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正好对应了我这2个名字。3身就给你300块钱就行，行吗？不得行不得。哎呦，我赶集的能挣那些钱吗？你这赶集有多辛苦，我一个罐子就挣4、5块钱。那我上别家买了啊。感觉你妈妈在文字上很有天赋吗？她曾经说过，就是她喜欢读《红楼梦》，那个《红楼梦》是我小时候就
一直问他，我说怎么有一本那么老的《红楼梦》都读破了？他说在怀我的时候，曾经就是一直读《红楼梦》，都读了好几遍。哇3杯啊！然后他说别人都不要的那种药的那种纸质的说明书，他都会拿出来读。他没读大学吧？没有，他好像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嘛，孩子也太多，那个时候父母也不懂教育，没钱供，然后应该是初中上完了。你买这个？打是一个，给大舅买一个棍子。哎呀妈呀！我给你买把锄头给耙的，你背着去。我找到小时候的感觉。咋的了？看你搁家等着吗？我的个去！你兄弟姐妹现在都在哪？都在老家呢。吃火锅，火锅可好吃了，不咋远。你的父母现在呢？我爸爸去世快20年了，我妈比我爸早去世不到2年。其实好多人就会有疑问，说你爸去世那么早，你为什么说你爸你妈不让你离婚啊？你段子里不真实呀？不是那样的，是你没法用5分钟把这全给你铺清。最初是我爸不，我妈我哥，我们一家人不让离婚。后来我爸我妈去世，就我哥不让离婚。然后后来就是前年，我带我2个闺女去我哥家嘛，我哥还在我大闺女面前炫耀呢。为什么？说陆啊，要不是你大舅啊，你们这个家早散了，早离婚了，根本过不到现在。我闺女说早散早好，我的给我闺女气的说，你还提这事，你还邀功呢。大舅啊，来夹东西啊，夹使唤了，那把它放到门口吧。看我拿对的，我打干净上个粉吧。那。这1个月都长那么快吗？不是青梅姐将来给上过粉吗？长草好，长草好。长草好。爹娘，这是他小姑给你买来的钱，拿来的钱，金条、元宝，还有衣服。你在那边好好的花，花完再给你送啊。大娘，来看你了。给你都说了。娘啊，我过好了，我还离婚了，2个小孩我带大了，我自己活成我自己的依靠了，我还活成这么几个所有人的依靠了。离婚没有那可怕。大呀，娘呀，时代变了，不是只有儿才有出息的，闺女照样能有出息。一辈子好抽烟呢。大，你多期待啊！你要是能过到现在，我天天给你买呀，大。你感觉你自己对妈妈还是爸爸谁感情更深一些？以前是妈妈，现在是对爸爸的愧疚更深一些。就是我爸去世以后，我才知道我有多愧对自己父亲。我小时候就觉得我爸重男轻女嘛，就什么都是你儿子啊。后来结婚以后有了我公公嘛，我那时候记得家里就5块钱，还是别人还我们的钱，然后被我大女儿拿着丢了。然后村里来卖鱼的嘛，我公公花了5块钱买了条鱼，然后又提了鱼说：“哎，你看你那5块钱丢了啊，你不然你看你买条鱼多好啊，买条鱼熬着吃多肥。”我那一刻我就想起来我亲爹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就是那么穷，逢年过节的时候，好不容易吃顿肉，好不容易吃顿鱼，我爸从来不上桌。平时吃饭我爸是第一个上桌，但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爸他就不上桌了。做好饭了，我们喊他，我吃饭了，我们都喊大嘛，我说大吃饭了，你们先吃，就是再换一个人去喊，
让你们先吃，让你们先吃，他就开始发脾气，就骂我们。那你不吃，我们就吃。那好不容易一年吃那1次2次，我们逮着就咔咔吃。我们剩一口，他就吃一口；不剩点汤，他就蘸点汤。啥不剩，他就吃煎饼吃咸菜。就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爹是有多爱我们，就是父爱不语，沉默不语嘛。他没说过。就因为这一件事儿，我跟我爸和解了。当时我觉得我爸是爱我的。好了，好了，行，行。做完之后内心有什么变化吗？我还是有点释怀的，因为我哥给我爸妈说了一句话。哎呀，终于后边我给长脸了。我们兄弟姐妹终于出一个能给你争点脸的人了。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释怀。这回你再来哈，你别把路带来，这跟人说你别说别说啊。胡伟飞打电话给他，把给你传短信说感谢姑娘，心是我心意。他说表达什么意思？要不然妈要钱的说。小姑穿着哪些？那小姑我不知道呢，我会问问他。别弄了。不是。小路子吧，跟你说，人是人的心，不是，我先跟你说一下，人是人的心情。明天就是我跟我妈怎么过母亲节，我表嫂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她要给我妈过母亲节。人说他再见了，跟他妈。你别说我为什么对他有意见，我不想在这里说出来。你要再说话，我就说出来。你说出来了啦？你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我表嫂。想意思，人表嫂为人妈要钱是吧？对。你想保护母亲，但是方式有点问题。你有什么呢？没有事，什么事没有？不。又上来了。不理我他。不理我他。哎呀。表嫂之前找房主任借过钱吗？对。就是内心是在替你妈妈打抱不平吗？我说实话，我替我妈打抱不平，但是人家愿意出那份钱帮我表哥也好，帮我大舅也好，那是他自己的打算，不关我们的事儿。但是我反感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帮可以，但是我们得有个限度，不能无底线的，就是借。有个什么事就借，有个什么事就借。你跟俺嫂跟他连前什么也别说。你看我说什么了吗？别说。你也别想着去教育他，我都说不了他，你说他能听一啥？不会听的，没有用。说发话腾下就来了，也不管对方是谁，也不管什么场合。这个性格，哎呀！以前是我发火，他发火，我就发火。现在他发火，我就由着他发，我得先稳定下来。尽少量少办法带出来。
你不把他带出来，你搁家里关上，他更回嘴了。不是找点事业干没嘛？啊？回酒店赶紧的。不要回去了。知道了。快点。要不你自己先回沈阳吧，行吧？其实呢，我给他说过，我说那次你表哥出事，那1万块钱你大舅求我也没借。我说他出任何事他自己担着，但是你表嫂不行，因为有小孩，我帮他是因为我觉得太不容易了，我心里过不去，我觉得得帮他一把，拉他一把，我才帮的。我说人不能没有人情味，在任何人都会是遇到困难的。不要把任何人都想着，但是说指望着我去养谁月给他打钱，我说这个路你不用，你妈不是傻子，没有一个体谅别人的心，没有一个体谅别人的心。所以有时候看看他啊，我就感觉孩子就是父母的一个复印件，孩子发脾气不好，你也这样，然后你就这样。晕哭了，晕哭了。然后呀，你哭了吗？那委屈不哭吗？你也到委屈时候你也哭啊？你为什么跟那大舅反应那么激烈跟他？你说我大姐你惹我了？惹你他是长辈，你不能跟他那么激烈。他没理。那站你角度，我肯定站在你这边的。你表嫂的意思正好明天母亲节我又在这儿了，不用他来。我有，你人是群居动物，不用他来，我再说一遍，他来我就走了。闺女能给我过母亲节啊，侄媳妇想表示一下心意，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人表示一下呢？不能理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她不是你闺女。我为什么生气？你不很清楚吗？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他背后这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背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不要所有人对你来都要揣测人家有目的的。不得不揣测，不得不揣测，他有前车之鉴。帮不帮他是我自己不是没有判断。你太心软了，那还不找你吗？那边一哭是吧？过成这样，他们自己有很大的问题。不要说人家这样，不要去评价别人。但是跟你有关系，他跟你这样关系不行。小鹿，这也是第一次自己这样看自己的片段吧？我看到我妈就是小妹哭了，我觉得还挺伤心的。小鹿，我问你哈，你看了刚才你的那个和你妈妈的关系，你是从小到大一直跟你妈是这种相处方式，还是这几年变成这样的了？我感觉是我大概青春期大了，我开始反抗，顶她嘴。青春期是14岁吧？
那就等于你这10几年你一直跟你妈是这种相处的关系。有一些吧，其实我这个人吧，主要是就是我有8次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你不来主动找我事，我肯定跟你好好相处。你跟你妈也这样？他主要我们俩是一种就是有一种对抗性在里面，你知道吗？他对我说话很那个啥，我就很反感。我自己特别看重的是亲人对待我怎么样，我承受不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沟通？承受不了，为什么我们在情感上是这样互相攻击？如果小璐是我闺女哈，我先抱着你哭3天，诉说你对我不好，诉说你对我不尊敬，诉说你当着别人面前没把我当妈，诉说你不心疼我，最后说我爱你闺女。我这一辈子就跟着你了，你不愿意我也愿意，是这样的。我是房主任，不会再给他加任何的压力了，我不会再给小璐加任何的压力了。就咱们其实能回顾一下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过的片段，就什么事情会一下子击中他的情绪？我觉得就是他有爱的底色，并且2个人还相信你真的爱我，然后他就会像蜘蛛丝一样，咵咵咵就给你裹起来。一个长期被捆起来的人，有的时候会让他自卑，有的时候会让他情绪突然不稳，有的时候会让他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突然就窜起来了。你就是语言上也有问题。你和邹市明哥哥握握手吧，你们俩都有语言上的互相批评一下。我做的不对，不要向我学习。没有，我觉得邹市明老师很优秀。还有第2个问题，我其实也想问，妈妈把自己的钱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我想使用我自己挣的钱，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呢？其实那个事情我后来反思了，我又在后台里提到过，我说那是我妈的金钱，是她在管理，她借给谁？我说实话，我无可就是指摘她，只是说我觉得我妈比较心软，后来我也表示理解了。我觉得这一点他是为他妈妈考虑的，对，因为觉得妈妈挣钱也不容易。其实我觉得小璐哈，我要是你哈，我跟自己自洽先。有的时候和父母这个关系，小璐哈，你可能一生都解决不了，没问题，因为就是很多问题，很多家庭都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自洽。我觉得小璐所有现在表达出来的，都是她目前为止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她刚才说了，很多家里的大事妈妈是跟她商量的，她其实是承担起了爸爸的这个角色的。所以你看，她有的时候跟妈妈沟通的语气是很平等的，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脾气就直接讲了，好像我们听起来不够孝顺，好像不够体谅妈妈，实际上她是承担了这个角色。另外，房主任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人，所以他所承受的这些是完全在公众下被放大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吧？他的眼台本来就是家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这种方式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我们自我防御的方式。比如说你的语言就是有这个脾气就要讲出来，因为你要给家里面来担事儿，因为你是保护你的妈妈。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共生。就是你和你的妈妈是共生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共生在21岁左右，就是青春期结束后，它应该发生变化的。就是你有你自己独立的生活，他有他的独立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后面的事情，是意识到这种共生需要独立，然后怎么独立，从自己开始，我想可能是个起点。人不能被原生家庭困一辈子，你妈就一部分被困在了里面，所以你得想好了，你不要被困在里面，你可能要从现在开始。这个家里面共生，然后相互的伤害，总要有一个人先按休止符，所以这个休止符在哪儿？我觉得在房主任身上，我这在小璐这儿。我觉得在谁身上要看谁今天在现场。对，小璐在现场，我们说你说多一点，因为我跟你说，房主任下次来了，黎萍姐姐肯定说，你这做妈的还很大的问题啊，什么什么的。不行，我还可以说小璐，因为我喜欢小璐。我也喜欢你萍老师。我以后得跟你成为亲戚，你要不好，我得找你去。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这 VCR 可以提供给大家的热聊词条是什么？热聊话题。哦，果不其然，这个儿女应该无条件包容父母嘛，获得最多的票数。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特别希望房主任幸福。那么好的事业，那么好的2个女儿，你非得家里自我矛盾，就是因为这个着急，没有别的意思。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很多麻烦事儿，我觉得找到一个出口吧，暂停苦难也好，或者先迈出沟通也好，反正总得有一个事儿，好不好？我们期待后面有更加正向的转变哈。小鹿，当了一家之主后，你最看重什么？准时啊！作为一个连备孕都要掐表推进的人，我的世界没有迟到2个字。出差赶通告，从不迟到；跟练打卡，不迟到；去医院体检，不迟到；就连汤包每个月飞来找我，也从不迟到。偏偏2道杠，迟迟不来报道。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我看你已经在吃营养品的药了。药可不能乱吃，备孕期间有拿不准的，就问美团的小团健康管家，安全用药，少走弯路。哟，谁呀？我的救兵，折腾一圈才发现，就算好运气总不准点，美团买药也准会到。美团买药急用药，24小时1对1急送，原研药自营大药房更省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段，淘淘的来。我们都希望小丽有一个人生的另一半。其实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因为我的生活，我需要靠的是我自己。如果说他们有这份孝心的话，你接受吗？我可能会接受，因为孩子们对我的那份心是爱。我就想听这个理想型，他希望是那种就是理想型啊。啊，他跟我透露过，真的？征婚的这是。哎，不能说话了。这人他喜欢朝气的，不喜欢老气横秋的，你知道吧？他喜欢兵哥哥，喜欢当兵的。你光说当兵的吧，就是太局限了，因为当兵他是职业，他不可能说是伴随你一辈子。他现在在家里边跟你俩站军姿、叠军被也不一样。对，你得说啥呢嘛？可能对我好，或者是细心。那小丽，你自己能表达一下呗？我也想听听，就你自己，你有什么需求没？孩子们对我的那份心是爱。你们想从哪里开始听？啊，你说。我就喜欢呀，首先一条，人品肯定是要到位的。人品好。人品，这是对，咱不说职业。再有一个紧接着就是健康，肯定不需要找个岁数太大的，就是你像60岁的，60岁我肯定是接受不了。但是你也别整个太小的。啊，对，太小的，比我跟贵了10来岁，我也有点尴尬。肯定到位是跟我年龄的是相当的，健康70后，真有合适的，我给他张了。不是没头，现在没有他合适的，你知道吧？手里有，我马上给你介绍。你手里的留着吧。那行了，马上你就来了，我可以见面去。OK， 没问题。他反应给我是很积极的，他想，但是你又没有，我想有什么用啊？那你确实他现在生活圈子比较受限。那你们是有什么计划吗？你们俩先忙着，我去取一下驾照。你去吧。弟哥，咱俩趁他不在，咱俩搜索一下那个平台。我下载完了。啊，直接上就开始搜索了。然后得填写资料。我主要是想依赖大一些的平台，去帮我妈找一些就是他们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就多一种方式尝试嘛。输入昵称叫什么呀？叫小丽丽。搞笑。生日真的吗？那肯定要真实的。对呀，那肯定得。不能起个1995的，那不废了。对。婚姻史离异，我妈有160没？有，161吧。看我截的照片儿，哇，好美。就这样的人这不挺帅吗？51岁，有车有房，1.2万。再看看啊，
本人食物比较年轻，食物比较年轻，这挺幽默呀。身体素质好，这挺幽默。可以走楼梯30层，稳重、理性、孝顺、干净、儒雅。儒雅这个词用得好。这手还行，这挺帅。聊天不？聊。您好，叔叔。你真好，给人吓到了。我在找爸爸，找爸爸，找到一个好爸爸。您好，我是当事人的儿子。当事人的儿子，请问您在线吗？今天就是来给你发一个律师函。往下。你江苏镇江的。太远了吧？换下一个。瞅着多小啊！38岁，比我大7岁。就叫爸就完了。太聪明。我是博士，太聪明不行。这头像的我就不喜欢。这也行吗？高尔夫、羽毛球、足球、跑步、健身，主要是他的爱好跟你跟你这有点对上了，你的好兄弟呀。你好，叔叔，我是当事人的儿子。然后我母亲呢，也确实有现在这样一个想法。我特别喜欢您，看您的非常面善。哎呦，这人长那么帅呀！AI 的吧这是 ？AI。您好，我是当事人的儿子。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像 AI 了？换下一个。现在有潜在的。有几个线上是唠嗑了，但人家可能还没回复。一个都没有回到这玩意儿啊！人家上班呢，这点儿，谁像咱俩都闲。56也是哈。今天要是我俩摇的人，要是有一个能回复的，哎，有人回复了，是吗？他来了，他是秦皇岛人。他行吗？来呗，来聊呗。还得认证。不让认证不怕骗子，你看这得扫小丽的，你怎么让他扫脸呢？小丽啊，不能。是的。哎呀，正好上厕所，那个顺利不？顺利，太好了。这啥玩意儿还怕碎？买了盒蓝莓，有点蓝莓，那。做点啥吃呗？你饿了？我不饿，我俩不饿。你俩在这啊？不饿，就是馋我，其实一点都不饿。你馋吃啥呀？不是，不馋别的，我想吃拿破仑。啊，这爱吃。我行，买点这个蓝莓，咱吃点蓝莓。哎，这个，你报名那是啥来着？正常来讲，你报名的那个应该直系亲属。忽悠呢，扫脸。我咋的也算你的家人，但不是直系亲属。妈啊，你过来扫个脸。你比我合适，正常你是属于直系的，我是属于他伴侣。你说这个，这味儿，扫上呗。好了，我看完成了。妈也挺好忽悠的。那会儿一点不知道。他这个有这个专属的那个。愿意。我感觉这个好一点是什么？这个靠谱。上门口看。可以。哎，你好。我母亲她有这方面的意向，然后年纪大概是在60岁以下。对对，因为我母亲也是56岁了嘛。哦，了解了。你妈妈同意你这边上面帮她找吗？同意，没问题的。她听我的，放心吧。那你很孝顺的一个小哥哥啊，还会为妈妈幸福的话去做努力哈。然后咱们这个是可以优选是吗？对，半年不限人数、不限次数来帮他找对象。那费用的话呢是6500块钱。哦，这么贵啊！
你才是备菜。啊，在哪儿备呀？1楼。007，小丽出去了，她去1楼备菜了。我妈妈也属猪，应该也是71年的。明白。行，那我回头再给您那个来电话，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一下，好吧？哎妈。我去1楼备菜。好会演。行，那我到时候跟我媳妇儿说一下。备菜去啊。小丽出去了啊，听着没？我听着了，我直接把电话扣这儿了。前面呀，啥样？它是这样的，高级会员，它有1对1服务，半年是6500。哎呦，挺贵啊！但是中间是不限次数，不限这个。干半年。啊？干半年完事，看看怎么回事。就我们条件是，争取明天能约出来一个，让他现在就找，让他约出来一个，今天就得定的人，今天得定的人。觉得你太搞笑了，太快了是吗？太快。这是你的人生信条。是的，用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可能。所以就是您手里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并且今天能帮我们搭上线的，我们明天希望能见面。没那么快，你要他们2个人有好感了才会安排见面啊。那不见面了，啥年代了？你不见面了，咋有好感呢？发信息搞对象呢？你一句我一句的这样的，你要发信息得发到啥前儿啊？我们是希望先见面，然后感觉合适了，我们再往下聊。就是我认为这个顺序可以由客户来自己选择。对，顺序是可以改，但是要付费，然后才给这下一步的牵线给安排。行，来一个。对，为爱加冕。得有个确定购买。你想的这么贵吗？如果真找到了，不贵。哎，我没有人比我还积极的了，在这自己给自己找父亲。终止之后，我们这边也要签合同，提供手续，这些你们都能够提供吧？手续是什么？离婚手续。离婚证，还得离婚证。啊，对。行，明白。怕骗婚。好。行，那我们那个。对。啊，行了，撂了吧，微信说，好嘞。看眼这也不是，他要不摁他按铃啊。哎妈，备菜。到我了，1楼吗？不是去那什么那块儿了，去那个物业，但是心里必须得穿件衣服，完没有点起风了。然后咱俩一起去涛。快去吧，淘淘多穿点衣服啊。这个玩意儿。现在很尴尬，要离婚证。我先备菜，你在这要想尽办法要离婚证，最好把第一段你给我亲爸的结婚证有没有了，这样的就呼应了。什么证？就结婚证你也管得要？他不是傻子，你怎么那么单纯呢？那你让他带下来，我不管啊，钱付完了，压力给到你。不也我来吧，没有众人事，咱俩一出来拿下来。怎么可能给拿？他都拿不下来。你别管，你想办法。这证找不着，你今天别备菜了。我都说你就有爸爸，我这房子也没有，笑的咯咯。我有一个爸爸了。谁呀？抽烟够吗？抽烟喝酒那个。我想要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公公。哎妈，那你在家没？在呢。啊，没事，桃备菜呢，我有事儿。学校吧，让我那个给我报咱们就是评奖那些东西。但是呢，他需要父母婚姻的那个证明，你把那个离婚证什么的拍给我就行，然后我直接上传就 OK 了。离婚证没有，我都不知道放哪儿了。那你先找找吧，找着了以后，要是给我拍个照，行不？善意的谎言，可能运动员的性格在这儿，就是不后悔，
因为我不希望现在趁着我妈妈现在还比较年轻，然后她也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逼她一下这样。说一旦她真的是年纪上去了，我怕她就会后悔。那个没有找到，那怎么办呢？没找到，我问了，刚才我打电话问了，他说可以补办，但是补办一个呗。听着，但补办你什么时候要东西？你啥时候不能补办？后天去给你补去。行吧。其实现在没事儿，这说办也能办，明天就能办。那也挺麻烦，还得去查档案，得上河东查档案，查完档案以后拿着档案再上民政局再去办理。他丢了？没有啊，真丢了。他得去民政局补办。补办一个。那个文件他肯定那明天肯定是整不上啊。我还得去河东档案库，档案库提档案，提完档案以后我还得上民政局，再返回民政局我再办。因为确实在相亲网络，它需要很多实名认证的这种证明。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不想背着他，因为不管我们两个多想给他找对象，但他自己个人的意愿是需要被尊重的。开餐了，谢谢高舅，谢谢舅妈。哎，辛迪，咱俩必须得敬高舅和舅妈一杯。平时训练忙，我们都照顾不到。谢谢我照顾我妈。应该的，谢谢你的。辛迪，你不给小丽一个惊喜吗？什么惊喜？啊，一会儿的。这又有啥惊喜呀？不要吓唬我。辛迪，把那个手机拿来，我给小丽看。我跟辛迪吧，今天就是想尝试一下接触，就是在网上我们也接触了一些人，但是吧，人有很多，长啥样的都有。40多个人看你，40多个人看你，真看去了。看你干啥呢？跟小丽吓的，好整了呀！我现在开玩笑呢，你俩真整上去了？整上去了，没事，放心吧，1对1的 VIP， 放心吧。快，不是。哎呀妈，这俩玩意儿，这俩玩意儿，我俩都是你的宝贝，也不能这俩玩意儿。其实我没有心理准备，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我不太相信这样的平台。我的肖像权，我告诉我要保留的，你说你们俩给我整出去了，你这玩意儿，你俩赔付啊？行，我赔。把我的照片整出去了，这哪行啊？别的都没有，就这一张最美的。内心还是有一点犹豫吗？说实话，我是还有点犹豫，可能是以前受过伤，也不想再次的进入另一份感情。别忘了妈，那个离婚证那个东西，我知道，办完我就给你发过去。对，你得抓紧办。我知道，我记着这事儿呢。儿女的孝心，和您自己的内心，让您2选1的话，我会选孩子的孝心，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我爱他们。这都是直接私信你，就是联系你的。这人长得还行，不是，就这样。你说，这个上面的这个，它都是真实性的。真实的，它真实的。我总认为这玩意儿不真实。事儿肯定是真实的，咱们就例如打比方啊，我是真实的，你也是真实的，咱俩在这聊，真想认识，因为你想选嘛。至于我俩见面之后性格不合，他也不是因为这平台产生的目的。你是啥人就是啥人，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这个，我感觉他挺靠谱的。聊上了吗？这下。妈还挺有意思，人比人健康，性格要好的，对，这是干嘛的？妈，广东的。翻呗，这玩意儿就翻。等会儿我把要不你把你的手机挂上号，挂上他用手机号挂的。还挺有意思。我这眼睛看这玩意儿我都看不清，不能自拔了，现在。已经办成会员了，我就感受一下，都挺有意思，但不见得非得去选择，但我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啊，很积极这态度。喂，你好。红娘本娘吗？哦，对，我是那个金彩红娘老师。你好，我姓梁。
阿姨这边的话，选择年龄段是在52到66岁之间吗？60岁以下。身高有要求吗？身高没有170以上。他的收入有没有什么？就是收入方面有没有说一定要体制内的，不要有退休金的？怎么样的有没有要求收入？退休一定要有金钱的保障，就是工资的保障。但是你无论他这个钱是体制内的，还是劳保，还是医保，就是等等的这些吧，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什么职业的要求啊？职业军人那个放前面，退伍的呀，军人啊这样的首选。情况是秦皇岛。对，秦皇岛是吗？对，我们首选秦皇岛。首选，如果是河北其他地方考虑吗？河北其他地方像石家庄什么考虑不？可以，石家庄行。如果要是精选的话，就是秦皇岛。妈妈一起不抽烟，不酗酒，你就先按这些找吧。你要今天先来找一批，这个我感觉也挺精准的。其实人品好，人品这玩意儿你也找不出来呀，你能知道谁人品好啊？对，这我们自己品吧，你就那啥，不交给你了。你这单要是拿下了，创造了幸福繁华路，我跟你讲，你就是金牌红娘本娘，挺会给价值。如果都优质的情况下，我让他提炼姓王的。哎呀妈，太有才了，你俩。我再给他提炼一下来，年龄60岁以下，身体非常健康，有退休金钱的保障。你们俩应该适合开那啥，开婚介。你俩属于金牌的，马上他就有10个候选人了，跟他会儿，至少5个。我们2个帮他走出了勇敢的第一步。这哪是第一步啊？一下迈出去10步。是吗？还差90步。小丽，面膜做一个不？敷一个，皮肤嫩嫩。穿美美的哟。这就见面了。这个好看呐。你会游泳吗？我旱鸭子。哎呀，他不爱游泳。面膜敷完了？没了，我现在敷。今天一定要整得更漂亮一点。呀，天天那么帅气十足啊！你没有，今天你应该是最漂亮的。今天你就是最闪亮的一颗星，因为我们要带你去看一个人。啥玩意儿？吓的，小丽吓。你俩，我告诉你可别，你俩可别那啥。你别快点啊！你看呢？不是你们俩可给我。你收拾漂亮，你别想，你知道是男的女的，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啊。那你得收拾漂亮点就行了。不是你带我见人，我认不认识吧？这个人就算你不认识，你也感觉到见到他很开心，很开心，很幸福。我都怕你见了一次以后就是离开人家，频繁见人家。对，别逗我。你看你还不信？你可别逗我。哎，我俩不在一前，你自己就去见人家去了。不可能，那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我天天想见，我想看到的是你们，并不是他。来，请美美的，今天化点妆来。谁呀？是能改变你一生的人。哎呀妈呀，吓死！你们别说是昨天你们整的那几个人吧，改变你的一生，小丽。我当时面色有点不是太好看了。那几个欧巴我可不见啊。那几个欧巴，我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是不太想这么快去接受这么一个人的。我当时是有，说实话我是有抵触心理。你们俩啊，要昨天那些啊，歇菜，不是那个，你快点吧，就是负责美，你今天就负责美，惊艳他们所有人，闪亮全场，此类全场。那为什么身体还是跟着他们走的呢？因为他们走哪，我肯定要跟到哪儿。这其一，其二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孩子安排了我都会去。我让人家男生上咱们家这边来了。哦，上这边来了。嗯，别整事儿，你俩。真的？当然，我只能跟你透露一点。你透露一下我听听。当然。你就叫人家小鱼就行。小鱼儿，小鱼儿。人姓鱼，哎，小鱼儿，小鱼儿。花无缺。对呀，不就是这个吗？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行，小鱼儿。好。到了。多好，这多近呢！
给我妈眼睛蒙上。你们不用我整，你看，早上你问我，要不你晚上突然间你问我会不会游泳？人家想约到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Hello， 你好，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老婆。你好，你好。妈妈想那个见一下那小鱼。小鱼。不是小鱼到底是谁？我还要见他。在这坐着等呢。人家在练。吓的。身材肯定很好，跟你儿子可能稍微。我的妈！在鱼钩吗？我还没想着钓这条鱼。你好，帅哥。你好。你好，帅哥。你好。来，这是姐姐吧？这是我的妈妈，这是小鱼老师。这是我的健身老师呗。姐姐好。是吧？哎，你好。咋的？教我游泳呢？带你做健身，说这个健身运动。对，减脂塑形。对，这咱们健身区域你可以了解一下。是吧？那这我离家挺近的。对，方便。之后一看，这是我的教练老师，哎呦哇塞，我立马就很放松，很放松。这一下我就开心了。摸在锁骨的位置，往上。这会儿心里想呢，那还整啥睫毛？还画啥眉毛？不是你早说了，我擦什么粉儿啊我呀？其实我从细微的表情上也能感觉出来，我妈妈内心有一点点的抗拒，我也不想说是让她感觉到有压力，好像找这个最后真是，就算配对成功了，她是感觉是我为孩子找的，我是为了给孩子解压。以后就让小鱼老师带你啊。上大，好，1、2。其实我们不是说必须要婆婆在这几天找一个对象，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她快乐，天天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当然找对象也要找，但是不急于一时。哇！小丽姐到现在为止见着面了吗？后来？肯定有。见了一个。期待。哎，就是你现在看到，就是儿子跟媳妇儿默默的为你操办这些，是不是挺感动的？还？对，其实辛迪跟淘淘，他们俩一直对我个人的事儿一直挺关心的，很上心啊，很上心，非常的上心。真的，儿子和儿媳妇这样同步做事儿，这个急性子，其实不管找几个老头，找没找着都不重要了。而且我们就眼看着小丽从第1集到现在和儿媳妇儿子相处下来，越来越好了哈。你过去是为什么你那么封闭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跟孩子敞开心扉说一切？因为小迪也是你唯一啊。因为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问题而去影响孩子在外面的训练，所以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自己去解决。但凡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可以就说通过我的朋友，但是我尽量都不去给他们麻烦。你很少去看他是吧？也是不想影响他。那个时候，说心里话，我不太想去看辛迪，因为离完婚以后，感情上已经是给我自己的身心已经造成了一定影响了。所以我跟孩子沟通的话，我不知道我这话我该怎么说。你是怕他怨你吗？不是，因为辛迪这个孩子是非常懂事的，非常懂事。这么懂事的孩子，你不想他？我想他，我能不想他吗？所以你是忍着，其实想去看，但是不想让他分心。对。所以这也是造成了，就是他现在跟你沟通也很少的原因。因为我以前是有抵触心理的，因为我个人的原因给孩子造成了一种伤害吧，所以说我就没有完全正式的去对待辛迪，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辛迪是一种亏欠的，对。所以越是愧疚，也越不想面对。
对对对，可能是我自己，可能还是有点害怕吧，毕竟我自己是经历过的。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您可以不回答。就我们前面看片子的时候一直不懂，就是辛迪结婚得世界冠军，他爸都不出现。这个可能是他爸爸自己的考虑吧。对，当初我们离婚时候，他爸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离婚了，将来就是说是断得干干净净。因为他说这话的原因是什么？指的是但凡他组成家庭了，不想我们去打扰于他的家庭。就是因为放过这句话，所以您也一直就是遵循着这个处事原则在做。对对对。哎，小丽，我问你啊，就是现在辛迪还很想见到他亲生父亲吗？唉，其实不管辛迪怎么想，我不反对。因为你跟他表达了吗？我跟辛迪说过，不反对。毕竟他们是有血缘关系在这里摆着。辛迪呢也是成年人，他对于他父亲是怎么一个看法，或者跟他父亲的他怎么一个理解，是辛迪他会有他自己的主见。完全尊重。对，我完全要尊重于辛迪的选择。你希望他去找还是？说实话的话，我是不想。为什么？因为毕竟是他爸爸伤害了辛迪，因为在辛迪结婚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邀请爸爸，但是我去了，他爸爸把我们拒绝了。他想再帮你找一个老伴儿，你觉得是真希望晚年有人照顾，还是他心里还是有爸爸这个执念？他真的是想找一个人来照顾我，因为辛迪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就是因为我身体状况，所以说我就不断的在家去爬山也好，去跳舞也好，去做自己的事情。其实我挺独立的，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自己的独立性，我想让辛迪去放心。但是呢，辛迪考虑我身体状况，也是为了将来有一个伴儿。所以说，辛迪的这个想法，一般孩子是做不出来的。其实我不太建议您去刻意的去找一个伴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难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氛围太好了，因为这个家庭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让一个人能去融入到这个家庭，其实难度非常高的。然后呢，你们家这个氛围保持现状，小满胜万全，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圆圆满满的，我觉得挺好的。小丽，我觉得你先别想那么多啊！我觉得辛迪跟淘淘恐怕也是说，你先迈出这10步了吧，后面还有90步呢，还早着呢。就是先看看呢。先看看，别说就是有压力，对。对啊，所以他们安排我去了，我确实是迈出了这一步，所以迈出这步，跟他们俩是有很大的关系。小丽，你看到辛迪跟淘淘的父母相处得非常融洽哈。那当时就是在你和辛迪的关系还没有到现在这么融合，沟通没有这么顺畅的之前，你是不是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我这个做妈的怎么都没有跟儿子沟通更好，有没有这样的遗憾啊？其实也存在，有，因为这么多年我对辛迪他的关心嘛，不像就说是辛迪对跟淘淘跟他妈妈那一种，因为这么多年，他爸爸妈妈对辛迪也付出了很多，因为他们很多地方是不去麻烦我的，就包括在仙湖岛也是那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对辛迪的那份爱，真的让我特别的那个感激，也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跟他爸爸妈妈融洽要好，因为毕竟我们是一家人。而且小丽，我真的觉得日后你们家会更好，因为主要是因为桃子，对，这个你得承认。对，因为那个桃子是我们家的一个中心轴心，所以我们愿意去听他的。就包括我的身体状况来说，都是桃子从那个每一个细节上去做出的这些决定，带我们去看身体。就是因为看身体情况，所以查了我是肺上长了那个瘤，但那个瘤因为属于前期的癌细胞那种。
所以说，亏了这个淘淘做出这种决定，要不然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现在桃对辛迪这么好，你把儿子交给他，我跟你说吧，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我这刚加上桃子的这个微信之后，我的妈呀，他一天他发860条，全是辛迪，辛迪背个包走，他说你从后面看这是谁？世界什么什么王子啊，写一大堆，就是他的热情里边深藏着一个对婚姻非常有担当的女人。你看他张罗你们的事儿，张罗他爸他妈的事儿，这是很费心的。有的人出去2天还说相当于2个月，嫌麻烦。我没说你。好了，我们来看看淘淘家的这段 VCR 提炼出来的热聊话题。第一是帮亲妈找对象是种什么样的体验？第二个呢是父母离婚需要和孩子商量吗？第三个是如何看待父母离婚时对孩子隐瞒真相？好，大家可以来投票。我们来问一下小丽，你最想聊哪个？应该是最后那个吧。如何看待父母离婚时对孩子隐瞒真相？好，我们来看看观察团投给哪个。哦，也是如何看待父母离婚时对孩子隐瞒真相这个话题。小丽姐，如果重来一遍，你还会对他隐瞒吗？如果重来到了他14岁这个年龄段的话，我还会。你还会再来一遍？还会。我到什么时候选择，我都会隐瞒真相。你回头整体看完我们的节目，你再选一次。就是不说有不说的压力，说有说的压力。因为辛迪上次录节目坐在您的这个位子，然后他讲到他不懂真相的时候，他都怪他自己，他认为就是你想保护他，他想保护你。对，我们当时还挺触动的。看完我们的节目再选。对，看了节目以后，我们再回头再问这个问题，好不好？祝福一下啊！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小鹿的 VCR。又坐到这个窗台上了。来月经了。哎呦，那就等于我们上个月是不是就反正没成功？什么意思？开会白开。有预料到这一次没有结果吗？没有啊，还是有那种幻孕，就是自己突然说啊肚子好痛，该不会是，哎胸也好胀，该不会是，哇哦，然后突然哎月经来了，又要去那个医院呀，又要做检查。对 ，stressful I know。有一点。过去这1个月真的是我们备孕以来最认真备孕的阶段了。吃药啦，有在认真的喝所有的补剂，还有中药。哎呀，针灸。哎，小鹿。哎，我们要干这个多久？半小时。天哪，确实，我觉得做的还可以，这几个星期，我感觉你努力了就好了，有一些小进步。但是我又会觉得现在我的卵子也是没有很好，既然人家要来的话，精子卵子都是你给人家最初的东西，这2个东西都得准备好，所以怀没怀我都觉得是好事。不要紧张，你放松。天天都紧张我。Positive. Yeah, positive. It's a good day with good news, not bad day with bad news. Yes. 我是很希望检查结果变好的，确实我很认真，准备了蛮多的，就是反正感觉解胃塑料。我现在就非常的有这个被子，我很开心。执着，绝对不碰塑料。他渴死了，他也渴的都口臭了，不喝水。
还有戒酒。这个饭就适合喝酒了。对，我不备孕的话，我会陪你喝。现在不能喝，还有锻炼比较频繁，看了医生。营养方面有办法吗？营养方面，你可以这些海产品啊，锌含量高的可以多吃点。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感受是挺好的。你去吧，我在这等你。好，不要紧张，加油。好，谢谢。祝你好运。好，这边好。那你预计这一次复查结果会变好吗？如果我必须得猜，我觉得我会猜是变得好一些。哦嘞，可以了，可以了。哦，用手藏着吗？嗯，我去放在那个。快去，快跑！那个东西啊。哦，冲啊！不用担心，我这次会记好。好积极的心态。你好，我递交一下。下午2点拿报告。哎，好，谢谢。你好，取报告是这里哈。哎，谢谢。谢谢。我们也不会看呀。这些都正常吧？活动率30啊？好像都下降了。这个好奇怪啊，就是会觉得有点困惑。因为上次我们会觉得是跟泡澡、桑拿什么有关系，但这次甚至数值还在往下降，就有点手足无措吧。你不知道我已经尽力了，我们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健康，为什么还会下滑？能不能直接看医生吗？我觉得我自己看这个。那个医生今天不在。反正不能看医生是吧？对，我们在网上跟医生，就是互联网医院，不慌，它本身有波动也是正常的嘛。真的是非常的焦虑，因为现在做了2次检查，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问题，不是说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什么泡澡烧坏了或者什么，所以现在就是得真正的面对这个事情。烦哈，是有点，就是感觉努力了，没有见到一个很直接的结果嘛。但确实它需要一个周期，它现在还不是没有到那个我们的努力会见到结果的那个周期。而且我觉得我们发现了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去有一些主动的动作。对。我其实能感受到他情绪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认真想办法，一点点的去解决。IVF， 我原来其实挺抵触这个事情的，我就老是觉得啊，总有那种自然的会更好的想法。但现在因为我跟汤包这种想要生育的情况来说，我就想了解一下 IVF。我在朋友圈问的，然后就来了5、6个女生朋友。Hello， 小鹿，你现在是已经有小孩了，对不对？对呀，我现在8周多点。你当时是准备自然受孕吗？对啊，我就是自然备孕2年，然后因为我对象的精子质量不好，我就转到了这个 IVF 这个方向上。你 IVF 顺利不？我觉得很顺利，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感受上就跟大姨妈的那种感觉差不多。Hello， 辛苦你了，在这么月子中还要接受我的采访。我这跟你诉诉苦也挺好的。哎，你是其实前面也自然备孕了一些年的吧？对，但是后来我身体出现了免疫上的问题，出现这个状态之后再去自然怀孕，我觉得等不起了。你整个过程你的感受怎么样呀？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抗拒，我是觉得通过这种技术出来的宝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宝宝很健康平安的出生了，没有遭受非常大的痛苦，而且我做1次我就成功了。IVF 其实现在真的很常见了，
跟真实的人聊过这个事情之后，哎，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遥远了，没有那么可怕了。嗯。Hello， 你好吗？好久不见。哎，我怎么感觉你跟上次我瘦了啊？瘦了好多是吧？我感觉你比上次瘦好多。对，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是还在试管的激素下。哦，是吗？哎，但我们当时聊天没聊这个，是不是？没聊。我上次在澳洲见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的人。但我今天就感觉你的是整体从内到外的状态都挺好的。我的状态特别好，主要可能是因为12月份的时候，我彻底的放弃了，借助外力怀二胎这件事儿，不想再去折腾了，因为我8年，但是我不后悔啊，就是这个事儿还是很值得做的，因为我养育大儿子的经验和体验都非常好，所以我十分想要。如果上天现在，比如我如果要自然怀孕了，我还是会要的。对，但这8年时间有点，确实是太。是啊，就是可能这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不信命，就是大概在某一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以前你都是靠努力，我就总能找到方法来，但是就唯独这个事儿，就是你怎么努力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吗？老天给你就给你，给你就不给你。对你这么一说啊，因为我昨天跟我朋友在聊这个事情，就是我现在对自己有点过于，可能我没有说那么极致，但是我会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我就不敢违背。是的啊，我觉得你已经很极致了。你看我那个中药。听说微塑料对身体不好之后，现在我都自己熬药。明白。我觉得如果这种坚持能令到你心态更加好，我们就做。因为我觉得心态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对，只是老容易让别人看起来觉得你疯掉了，就觉得，就是有点像啊，你怎么这么在意？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很想干成这件事情，我更多在意一点也没什么问题。当然是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心态，千万不能就是你刚才说要疯掉了。我曾经就很长一段时间，我周围的人后来跟我讲，就说我魔怔了。就是因为我自从进入了这个试管周期之后，我一共是8年里面6次移植吧，好像是3次取卵。然后一共是面临的9次开奖，所谓开奖的意思就是看他有没有留在身体。对，然后我第4次移植，然后结果终于怀上了，然后结果到了第5周就长不好了，然后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就发现宫外孕，然后然后我就开始住院，然后安排了第2天星期1手术，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呢就还好，我就很平静，疼我也不哭，然后整个人我就没有那种感觉，我也没有哭。然后我就开始手术，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好烦呢，赶快搞定之后我要进下一个周期了，就是那种想法，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在经历什么，我完全就是没有感觉。然后呢，出来之后，麻药一醒，然后医生就在那个车上，我老公在旁边，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就说那个你刚才切了一条输卵管，然后就在左侧输卵管，怎么样跟我说。然后我问医生的第一句话说，医生什么时候可以进下一个周期？然后医生他听到我就愣了，他用广东话说，他说你執咗條命，知唔知？就是你刚刚捡了一条命，你消停一下。然后我老公在旁边就生气了，就说你能不能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当时还觉得好奇怪，你们干嘛这样啊？我自己都没有难受啊，我自己都没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反应好大哦，我都没有反应，对不对？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当时是魔怔了，就是你已经完全不想任何事情，我就是想把2胎这个事儿弄掉。所以宫外孕这个事情，它对于我来讲就是耽误了我的行程，我只接受一个结果，就是怀孕生孩子。当时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我直到看到我老公哭了，为什么他会哭呢？就是因为他有条，因为我是4个这个口撑起来肚皮，它有一条尿管抽在里面，而这条管很长，当他在拔管的时候是这样拔好长，然后就超疼，疼到我因为生理性疼痛而掉眼泪，然后我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
疼，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呀，老公，刚才好疼啊，怎么样？”我当时就哭了，然后我老公就开始掉眼泪。我看到他哭，我才反应过来，我才开始哭。就是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疼，我不会因为我自己身体什么，因为我当时已经没有这种反应了，你知道吧？然后我看到我老公哭了，我意识到，好像这个事儿给我周围的人造成了困扰。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说，她说嫂子，就是我小姑啊，说嫂子你不爱你自己，我觉得，但你周围的人都急疯了，你都完全没有感觉，你有没有想过，你因为要二胎这个事情，你把命搭进去，你大儿子会怎么想？你大儿子会说，我妈妈为了要二胎，连我都不要了。然后就是这2句话让我醒悟了。我曾经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然后后来发现他给我周围的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我就开始休息了。我就说，那咱暂时就不做了。哎呀，天哪！我感觉这8年对你来说太痛苦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处于一个非常魔怔的状态，所以一定要警惕这种状态。但是，宝贝儿，不要被我吓到。我是，因为我身边很多的人都很幸运，他们没想那么多，也没像我做这么多功课，就一下子就也有像我做这么多功课的人，也是一下子就生掉了。我觉得想要一个小孩，是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然后我会希望有一个小孩，然后我能让他的生命更好，他也能让我的生命更好。但是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你说比较魔怔的那些年，感觉好像你有点忽略自己的存在了。我跟你不一样，我觉得你这个心态特别好。你是好的，因为你爱自己。我可能更多的是我想生个小孩，我想把我自己重养一遍，我想学习怎么爱自己。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态非常非常好，所以你是非常适合要小孩的。对，我就是一种很深的心疼，因为觉得我们俩都就是那种非常要强的人，我做任何事情都是那种要把这个项目干成的那种心态，所以我其实听完他，我是觉得有点害怕的。但是呢，到现在我就是非常接纳自己想要小孩这个想法，而且我愿意为此做出一些努力。你现在等于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完全没开始，对，只是现在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了。就之前会觉得不行，就要自然受孕是最好的，然后但我俩之间吧，之前是我身体问题比较大，我之前有那个输卵管的积液是堵着的，后来它就自己通了，但是我也担忧卵子质量的问题，可能就想去做 IVF 了。我觉得是可以的，有一些科学的辅助，为什么不呢？我们又是有科学知识的人，现在的科学又这么发达，我是认为这个事情是可以帮到你的，而且你做了不代表说我做了之后我就不能自然怀孕了，你还是可以的。对，我之前是会有这种对于试管婴儿的无知，我老觉得哎呀，这是不是不自然，会不会不好啊？就老有这种担忧。我反而觉得，其实你说质量的来讲的话，如果经过了基因筛查的精子卵子，应该是就是经过考验的考试就是优等生，对，所以反而可能会更好都不一定，就是这个都说不定。然后我其实由于是一个从小就很怕疼的人，我其实很怕我的身体吗？对我生理上的痛苦，对我的精神摧残非常大。身体这些事儿吧，都是可以承受范围内的，在我看来。我之前就是因为考虑到 IVF 它会非常辛苦，我才觉得我要躲。但是我最近认真的跟周围很多做过 IVF 的朋友聊完了之后，我会觉得我是愿意去尝试的。其实我有在那个网上问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其实我们在医院不是被吓死了吗？我们觉得那个结果非常不好，对不对？会感觉它在往下降。但是医生说，其实2次结果差不多，它只是 confirm 了一个事实，就是，确实是，对不起，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吧，你说。我为什么会突然笑啊？是因为我想让你轻松一点。
英子不行不会等于我孩子不行吧？不会，你这个其实它可能自然受孕的概率会低一些 ，just that， 并且我现在也开始想要弄 IVF。其实你精子的质量高低影响并不大，你只要有1颗你就可以了。你的心情怎么样？对于这个事情？我就还好，我就是担心你，我自己就还好。我可能确实因为我做喜剧的原因，我对于很多这些事情，我有一个我会跳出来，不是那么被卷进去。所以我其实我主要是比较担心你的情绪。而且你说，其实咱们如果不是被镜头记录下来，也不会跟别人讲的。对，也是。就会自己悄悄的想办法什么的。我觉得你既然已经被记下来了，要不写点东西，调侃一下，自嘲一下，然后呢，讲一讲这个，我觉得你就不会那么的难受。对，因为当你在舞台上讲出来，别人笑，真的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其实是有时候可以说是有点一个很好的逃避方式，但是你也会 get used to it，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没有我想象那么可怕，因为如果一直藏在你心里的一个 part， 那你在躲着，你就每天一想起来，哎呀，一想起来，哎呀，你还不如把它说出来，你说出来就这样，现在情况就这样，对，你可以试试吗？小兄弟，积极一点，我们在一起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积极一点。大家好，我叫汤包。真去讲了。我前段时间去做了一个检查，对，发现我小蝌蚪有点问题。我觉得汤包也很有喜剧精神，他如果去讲一讲，我觉得对他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也是比较莽撞，接了这个节目，现在也都要播出去了。如果你自己不面对，别人看到你还不好怎么跟你说话。我气死了，我觉得很丢脸。那你自己如果有一个角度来自己解读这件事情，那你就掌握了你对这件事情的话语权。打个岔，你早知道有这个节目，你会接这个节目吗？应该不会。我还是觉得汤包比较重要一点。但现在事已至此，只能用喜剧来救他了。没来，好感动哎！为汤包鼓掌。哎呀，很优秀的人。对，很优秀哈。我觉得他们2个人真的是有堪当表率的地方，就是特别关心自己的情绪，就完事儿了还解读一下，说我为什么当时难过呢？这个难过意味着我要什么呢？然后关心对方的情绪，然后呢还接住对方的情绪，宽慰对方的情绪，还能找出一个招来，把皱眉的事情变成有笑声的事情。你们俩真的堪为典范，真的。我们要学习。所以上一次他俩长久的拥抱，现场哭了好多人。这次我觉得又很感动。哎呀，磕到了，大磕到，而且小鹿在最后说到，如果早知道这个结果，他觉得你更重要，他不愿意接这个结果啊，真的好感动的。对，那汤包借助了这个喜剧的方式自嘲以后，对你有帮助没有？其实有，对，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一些脱口秀的力量。它就是有时候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就藏起来，其实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控制你很大的一部分你的心理的空间。但是你说出来，第一你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人能共情，而且第二你就是能面对事实，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而且第三可能
就是你往它好玩一点，你就必须就觉得啊，其实没那么大的事情。对，汤宝你这个做法特别对，我刚才鼓掌也是因为这个是对的，给自己开了一个非常好的路，因为已经走到现如今这件事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以这种方式，多好啊，非常善良。指不定你还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呢。你这么坦然地说出来，我觉得也可能减轻了别人的压力，让别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对，真的。还有汤宝，你跟小鹿说，如果想全国再筛选一下，做更好的这个的，北医3院是最好的。那个我可以给你介绍他的妇科主任。你把这件事情从第1季做到了第2季。反正姐姐当家结束了以后，你们任何时候怀孕了，你就全国发一个大喜报。那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比如说现在网上经常会说，娃呢是生得起养不起，那养娃是真的是很昂贵呢，还是说真的是养娃很难？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就是一堆事情混到一起去说的一种思维。就是生不生一个孩子和如何去养育他，其实是2件事情的，而不是说养不起，于是就不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水平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可以有孩子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哈，我们也做心理学不断的在讲，就是你要做一个完美的父母，那你就给自己压力就太大了。要做一个足够好的父母，是你的眼神、你的拥抱，给他以生命，给他以关爱，你对他的理解，给他的这种接纳啊，这种爱是不花钱的，要花心思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极大的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父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常常会说，哎呀，因为我养不起，所以我不生。但实际上是，现在养孩子的标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我们也难免要被所谓消费主义裹挟一下，比如说，给孩子用什么东西，一定要好的，他会给你很多新的观念，导致你觉得说我要给我孩子最好的。我觉得是这样，与其说养孩子贵，倒不如说养孩子金贵。除了刚才说的之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们家长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经常是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那种状态里面。这个我认为啊，咱要分清楚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啊。对，他是搞教育的。这事儿我特别有经验。我先跟你们说说养孩子怎么省钱吧。这个好，就是所有的家长花一个钱之前，都问一问自己，叫做这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的妄念？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的妄念？请问3遍，大多数的钱是家长的妄念。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事，大概1个月挣1万多块钱吧。他孩子1岁半的时候，买了一个4万块钱的脑科学测试，以知道孩子将来有什么天赋。您研究脑神经的，这能信吗？不能信。对，这肯定不能信，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其实买的是家长的妄念，把这个东西去掉。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儿子刚出生，大概一直到他上幼儿园，他用了大量的我的朋友圈的旧东西，非常好用。旧东西它有几个好处，就比如说他的木床到我们家是第7家，安全健康，就它保证没有气味儿，然后没有任何的毛糙，然后大家都觉得好用，没有坑，然后流传到了我们家。所以我觉得要把朋友圈的那个分享流动起来，旧物利用特别好用。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够了，好叫 good enough， 就好到足够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压力，还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别人家孩子4岁就背诗，8岁就拿金鸡牌，我的孩子教育内卷。对，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贵在钱上，是贵在这个心理上、焦虑感上，没有安全感上。你吓得汤包不敢要了，是吗？老师，我们怎么去破解这种？其实我觉得这个教养过程中有很多的情景下，父母都在保持一种觉知。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养育的时候给他穿的衣服啊，是什么品牌呢？他自己是不是知道？他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是你给他买的这个不是他的需要，
是你的需要，这是个真命题。而他的需要可能是非常的叫本质化的，不是表面化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去堆砌，更多的是需要陪伴，他需要看见，需要听见。再追问一下，总会有一个声音说，你不替他去做一些事情，他会不会输？你有没有尽力在做父母推他这一把？这个我们并不拒绝这个说法，你需要替他来考虑的，这个不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不需要用焦虑的这种方式，顺其自然的、尽力而为的你自己充满了内心的安全感和爱去养育一个孩子。当然，我非常的赞成，就像说我们养青春期的孩子，每个阶段都。我们是做父母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认真的知道他每个过程的发展规律。那确实也有很多的家庭像完成不了这件事情，比如说也存在生育困难，对吧？那这样的女性或者这样的就是家庭的成员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我觉得他们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缺憾，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同。我只是我的家庭跟其他大多数家庭不同，我依然有我很棒的这种生活乐趣、爱和幸福在里边。其实刚刚大家讨论的是到底费不费钱我都觉得可能钱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条件非常好的父母、朋友都有，但是那些经济条件非常好，什么都去满足孩子的，反而给孩子投入的时间是不够的。我身边有大量的这样的父母，所以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话题，叫我们想富养女儿。当然这个富是打引号的富我们希望这个富是我们有丰富的时间，养是氧气的氧。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一个话题说，那我们到底是用钱让小朋友去练跆拳道去练体育去练跳芭蕾还是说我们去让他看到世界的广度？那至少在我们家，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可能我们没花那么多钱，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陪伴他去了解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下我们身边有很多条件非常好的父母，他其实有时候是做不到。这个我倒是希望是通过节目提倡大家，其实你去纠结你到底能不能给孩子最好的，你还不如周末是不是能陪你孩子去踢一场球。这是说给市民哥听的吧？说到我又躺枪了。他赔了的。其实只要家长很愿意花时间，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做成了很大一部分了，对吧？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提炼出来的话题。汤包，你更愿意聊哪个话题？可能第一个。那这就是你自己在做的事儿。对，反正我觉得我，特别是这一集最大的害怕，也就是小鹿会受伤。对于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说实话刚开始。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点早开始考虑这么多这些，对。太好了，让姐姐当家赶不上，对慢慢生，不着急。好了，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锁定这期的节目。那今天的片子都非常的精彩，而且今天几位朋友都留下了悬念。对。那感谢大家观看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姐姐当家2》，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爱奇艺。